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今天我们要聊一篇游戏迷感兴趣的论文，它探讨了这个视频游戏是如何影响这个大脑结构和功能的。那论文的标题叫 Gaming Expertise Induces Mental Skill Brain Plasticity and Efficiency Mechanism as Reviewed by Whole Brain Modeling。它发表在2024年的 Neuroimage 这个杂志上。那如果你对视频游戏如何改变大脑感兴趣，或者好奇游戏是对我们认知能力的这个潜在影响的，那这个视频一定要看啊。Neuroimage 是一本在神经科学领域非常有影响力的期刊。那它的2024年的最新数据Neuroimage 的影响因子就是 Impact Factor IF 是 7.4 这个指标就反映了这个期刊在学术界的影响频率和引用频率和影响表明呢他发表的文章是被广泛引用的那本文的作者包括卡洛斯·卡尔·奥利维罗斯等10位学者分别来自智利阿道夫·伊巴尼斯大学、悉尼大学、瓦尔帕莱索大学和布宜爱丽丝大学以及波兰社科人文大学这多名这个研究机构。通讯作者呢叫 Austin Moreno Ibanez 他是一位神经科学家。那这是一位堪比真仙的大佬谷歌的总引用达到了18376，专注于什么呢？痴呆症的全球研究以及社会认知和情感神经科学他是智利阿道夫伊巴尼斯大学的这个拉丁美洲脑健康研究所的主任另外呢，他还在美国和爱尔兰的一些机构担任职务，比如说这个全球脑健康研究所高级大西洋学者，旧金山加州大学的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等等，以及阿根廷的认知神经科学中心工作。在过去5年中他在顶级期刊，比如像《柳叶刀神经病学》、《世界精神病学》自然神经病学评论》、《自然人类行为》美国医学学会神经病学、阿尔兹海默症与痴呆、大脑这上面发表过120篇论文。妥妥的是学术大佬我们看一下摘要。视频游戏是研究训练和神经可塑性对大脑影响的宝贵工具。然而与可塑性相关的大脑结构变化及其对大脑动态影响的潜在机制仍然未知。在这里我们使用半经验的全脑模型来研究与视频游戏专业技能相关的结构神经可塑性机制。我们假设视频游戏专业技能与结构中这个连接中的神经可塑性介道的变化相关，这些变化在中尺度水平上表现出来，导致呢更为分离的功能网络拓扑结构。那为了验证这个假设呢，我们结合了星际争霸2这个那么打游戏的叫 VGPS 是31个人，非玩家就是 NVGPS 31个人的这个结构连接数据，以及来自人类连接组项目的 fMRI 的数据，就是核磁数据和计算模型，生成模拟的 fMRI 记录。那在静息状态和外部刺激条件下，对模拟数据进行了图论的分析。那打游戏的它的这个模拟功能连接表现出中尺度整合，在额叶、顶叶和枕叶脑区的局部连接性增加。在结构连接层面进行的相同分析显示，打游戏的和不打游戏的之间是没有差异的。那在打游戏的这个里边，它的连接强度增加的区域已经涉及到注意力、推理、推断这些对任务表现至关重要的认知过程。在噪声环境中的模拟刺激表明当噪声水平增加的时候，这个打游戏的和不打游戏的之间的功能连接差异显现。这就表明打游戏的这一组的连接组呢，能够更有效的从刺激中过滤噪声。这些结构这个改变驱动了具有游戏专业技能的这个个体观察到的中尺度的功能变化。所以总而言之我们的研究揭示了视频游戏引发的结构神经可塑性的潜在机制。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introduction 部分视频游戏已经从
一种简单的娱乐形式发展成为现代文化的显著标志已经渗透到当代生活各个方面不仅仅是爱好，还包括这个电子竞技、教学和医学。从理论上讲视频游戏呢可以被视为丰富的环境他们提供了引人入胜而且生态合理的刺激，鼓励用户参与各种活动。那这些环境可以引发不同认知过程的协调，比如注意力、视觉运动技能和推理。丰富环境的特点比如探索创新活动和动态环境中承受时间压力，直接存在于动作视频游戏中。支持了视频游戏提供研究培训和专业技能如何通过神经可塑性与大脑结构和功能变化的自然工具这一观点。即时战略游戏就是 RTS 的视频游戏是一种丰富的享受来源促进学习和结构可塑性。这一类型涵盖了广泛的流行游戏，比如星际争霸2作为一款成功的娱乐和专业电子竞技游戏脱颖而出。2022年在世界比赛中提供了超过2亿美元的奖金。这款由暴风娱乐在2010年开发的 RTS 军事科幻视频游戏，要求玩家管理资源、建造基地、创建军队，并记住键盘快捷键，同时与其他玩家或计算机人工智能设备进行战斗。游戏需要显著的认知努力，包括推理、视觉注意力技能和推断能力，以进行预测。以前的研究支持使用 RTS 游戏来研究与专业技能相关的神经可塑性机制。在之前的工作中我们发现星际争霸2这个打游戏的这一组在枕叶和顶叶区域以及枕叶区域内的总白质连接增加，相比不玩游戏的个体。另外呢，打游戏的显示出在顶枕子网络内的结构局部效率发生了变化。网络指标与游戏时间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广泛的长期 RDS 游戏玩法与神经可塑性变化密切相关。其他研究表明RTS 游戏的经验与前额叶、边缘系统和感觉运动网络中的白质网络连接变化有关。海马体和扣带回以及背侧注意网络和显著性网络之间的通信增强。另外RTS 和动作视频游戏与更快的反应时间和改进的视觉注意力技能有关。更重要的是呢，脑区内比如像内嗅皮层、海马体和枕叶区域的灰质与游戏时间的总量相关。这些区域主要与记忆和视频的这个注意力有关。所以这些研究表明即时战略游戏的专业技能和训练与神经可塑性变化相关。这可能与视觉注意力表现有关。然而呢，结构改变如何通过神经可塑性影响大脑动态的机制解释还不明确，特别是关于专业技能相关的具体大脑动态如何变得更为高效。比如促进视觉信息的更专家的早期和晚期管理。全脑计算模型提供了一种通过生成基于解剖连接和个别脑区动态的大脑活动来探索结构功能之间的方法。全脑模型就揭示了大脑结构、功能和人类认知背后的生物物理原则。这些计算模型呢，可以用于测试机制假设，并已被广泛用于描述健康和疾病中的大脑动态，进行预测和恢复实验装置中未直接可获得的潜在信息，进行数据扩充以训练机器学习算法，以及通过计算机模拟进行数据补全。我们使用了一种半经验的全脑建模方法，预测了打游戏组和不打游戏组的潜在功能连接的差异，以打游戏的和不打游戏的经验结构连接数据为指导，数据呢就模拟了 fMRI BOLD 信号，并构建了 FC 矩阵，就是叫所谓潜在功能连接 FC 并将呢模型拟合到经验数据。我们的第一个假设认为，结构神经可塑性是驱动打游戏组大脑中尺度功能重组的机制。它的特征是
更高的顶枕和前顶叶连接强度。为了验证这个假设呀，我们将模型拟合到静息态的数据，并确定了负责玩家功能连接变化的关键结构连接。那我们的第二个假设呢，是打游戏组中改变这个大脑网络和即时战略游戏相关的特定认知技能有关。我们通过使用 Neurosys 获得的关联图进行分析，探索这个假设，使我们能够将结果从视频游戏推广到其他认知领域。最后我们的最终假设提出，打游戏的这个连接组在顶枕环路中表现出更高的信噪比，在噪声环境中表现出对刺激的鲁棒性。我们通过对同侧枕叶大脑区域进行模拟外部刺激来探索这个假设。那这些玩家玩了多长时间呢？那游戏中的这个游戏时间统计就详细的描述了打游戏的这个和不打游戏它的游戏经验和时间分析下面呢是这些主要数据包括一些统计结果我们来看看这个参与者的这个特征。是31名打游戏的平均年龄呢是 24.7 岁。31名不打游戏的平均年龄呢是 24.4 岁。所有的游戏参与者呢都是男性，右利手就是右撇子，而且教育水平相当。我们来看这个游戏时间的统计总的游戏时间就是打游戏组的平均每周游戏时间是 22.74 小时，而不打游戏的呢是 2.39 小时，就偶尔玩玩。那星际争霸2的经验那么打游戏组平均每周在星际争霸上花费 18.23 小时，而不打游戏的呢是没玩过，没任何经验。那还有不同游戏的类型经验比如说即时战略游戏 RTS 那打游戏的平均每周是 16.06 小时，而不打游戏的呢仅为 0.05 小时，压根不玩。那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就 FPS， 那打游戏组呢是每周 1.02 小时，而不打游戏呢是 0.27 小时。你看了吧，这个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大家是还会处一处的。角色扮演类游戏就 RPG 那打游戏的平均每周呢是 1.6 小时，而不打游戏的平均是 0.19 小时。其他游戏类型像赛车逻辑多人在线战斗竞技，这些游戏时间也有显著差异就是打游戏的均高于不打游戏的。所以这些数据统计就表明呢，这个星际争霸在多个游戏类型中是有着就是这些打游戏的在多个游戏类型中是有着更为丰富经验的。特别是在星际争霸2和其他的即时战略游戏中，这些游戏时间的差异呢就为研究提供了基础分析这个游戏对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按顺序分析一下这个论文里边的很多图片帮大家更好理解这些图片背后的意思那图一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了。图一呢就是星际争霸的这个游戏画面这个就不用说了吧。基本玩法是吧，主要是分为这4个方面这个挖矿组队打各种样的。图2呢就是全脑模型，给大家介绍这个全脑模型的这个情况。这个图就展示了用于预测打游戏的 fMRI 活动和功能连接的全脑模型，并评估玩家对外部刺激的反应性。那图3，我们看一下图3。图3呢就是单个受试者的拟合。这个图就展示了如何使用全脑模型来模拟这个 fMRI 的 baud 信号，并通过比较模拟和经验数据来评估模型的拟合度。那图4呢就是玩家和非玩家的这个静息状态功能连接。这个图就分析了打游戏的就 VGPS 和不打游戏的 NVGPS 在静息状态下的功能连接差异。再往下就是图5了。图5呢也是就是寻找和游戏相关的最小功能网络的这种贪婪搜索它就使用这个贪婪搜索算法来找到和游戏时间最相关的最小功能网络。
图6，这是玩家和非玩家对枕叶刺激的反应性。这个图呢，就也是拟合了打游戏的和不打游戏的对枕叶大脑区域刺激的反应性。图7还有2个图啊。图7呢，就使用平均模型将非玩家转化为玩家。这个图呢，就展示了打游戏的它的关键结构连接转移到非玩家，并生成了新的转换玩家，叫 CVGPS。最后一个图是图8。图8呢，就是玩家和非玩家的结构连接啊。这个图就比较了这个打游戏的和不打游戏的这个结构连接的这个差别。那我们再看一下论文的结论吧。这个 conclusion 啊。那论文的结论呢，就是我们使用了全脑半经验模型，揭示了与游戏专业技能相关的结构神经可塑性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全脑拟合，我们通过全脑模拟推断打游戏的和不打游戏的功能连接，并通过模拟预测了打游戏组在噪声环境中的大脑反应性。但是这个噪声可不是造声音啊，是一些数据的噪声。这个方法是我们能够将多模态神经影像数据整合到单个受试者模型中，描述静息状态和刺激期间的大脑动态，并通过 Neurosys 将视频游戏专业技能的发现推广到其他的认知领域。研究结果表明结构连接的神经可塑性与大脑功能忠实度重组有关。研究发现打游戏组的大脑网络表现出更高的局部整合及更高的分离度和较低的全局效力，这与打游戏组在顶枕和前顶叶区域的局部连接性增加有关。那这些结果相一致的呢，是打游戏组的结构连接强度增加，特别是在顶枕和前顶叶区域，这可能是由于长期的即时战略游戏训练所致。那这些区域与注意力、推断和这个推理这些认知过程是密切相关的。游戏专业技能可能通过这些结构连接这个增强来提高了这些认知能力。我们还发现呢，打游戏组的大脑在噪声环境中对刺激的反应更具鲁棒性，这表明打游戏组的大脑网络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和过滤噪声。这种能力可能是由于打游戏组在顶枕网络中的结构连接强度增加，那这些连接增加就增强了信息传递的效率，减少了噪声的干扰。总之我们的研究就揭示了视频游戏专业技能通过结构神经可塑性机制引起的功能的忠尺度的重组，改变了大脑对外部刺激的反应性，并调节了特定的认知过程。那我们的功能就强调了计算模型在加强经验研究发现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全脑模拟来推断打游戏组和不打游戏组的 FC 数据，我们将结构神经可塑性与打游戏组的功能变化联系起来。尽管缺乏受试者的功能数据，进一步的我们利用模型从静息状态条件下揭示了潜在的信息，比如在模拟刺激中的反应性，这是我们工作和其他研究方法不同之处之一。此外呢，我们的研究表明打游戏组就 VGPS 的功能连接在某些与脑疾病相关的脑网络中表现出更强的连接强度。比如在轻度认知障碍和阿尔茨海默症病中顶枕和前顶叶这个网络的萎缩和灰质体积减少是一致的病理生理特征。我们的研究就表明RTS 游戏专业技能可能通过神经可塑性机制增强这些网络的功能连接强度可能作为一种补充治疗方法用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最后我们的研究结果建议将视频游戏训练作为临床干预的补充工具具有潜力，因为视频游戏可以提供更具吸引力、激励性和奖励性的自然工具，有助于确保患者干预的持续性。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神经质量建模和显性可塑性机制，以更深入地理解
与专业技能相关的神经可塑性机制。哎呀，刚看完这篇论文的时候，我是觉得有点怪怪的感觉啊。这看到现在呢，我觉得我找到了这个感觉，就是论文的这个样本规模啊，它太小了。我觉得这是这个论文最大的不足。因为虽然这个研究呢，它揭示了视频游戏专业技能和大脑这个神经可塑性之间的关系，但是呢，样本规模太小，一共62名参与者啊，31个打游戏的，31个不打游戏的，它就限制了结果的这种普遍性。另外呢，参与的都是男性啊，都是右撇子，而且教育水平比较一致，它缺乏什么呢？多样性。所以研究缺乏实际的这个功能数据啊，它就通过模拟数据进行了推测。作为一个这个所谓跨界面的研究啊，它无法直接得出因果关系的啊。尽管结果表明呢，这个即时战略游戏啊，它的专业技能和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变化有关，但是你无法确定呢，这些变化是否完全是因为游戏引起的，是吧？也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潜在因素呢，是吧？另外呢，就是它缺乏呀对参与者，就是参与游戏的这个表现的这个详细打分，比如说 APM 是吧？每分钟操作次数，这可能是衡量玩家水平的这个更好的一个指标，而不仅仅是每周的游戏时间。所以未来的研究呢，应该扩大样本规模，也要包含不同性别、手性和教育背景的参与者，并结合实际的功能数据以验证结果。看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打游戏是好事啊？我觉得吧，即使你把游戏看成体育活动，也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尽管这篇论文呢，它是试图论证，视频游戏证明可以带来一定的这个认知和大脑结构上的好处，当然我们应该保持理性对待这个游戏啊。这个适度的游戏，它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这个训练工具，但是过度的沉迷可能导致就是负面的影响，比如像是吧，视力下降、注意力分散以及社交孤立啊、宅。所以啊，即使这篇论文是真的，你通过长时间打游戏，你可能脑子灵活了，但是你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在娱乐上。人家不打游戏的，是吧？脑神经没得到训练，但是人家省了时间啊，就跟龟兔赛跑一样，那谁最后到终点那是不一定的。所以呢，对于现在的这个90后、00后成年人啊，游戏可以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绝对不应该成为全部啊。通过合理的游戏时间管理和这种积极的心态啊，我们可以享受游戏带来的这种快乐、乐趣啊，包括各种好处，但是你要避免啊它潜在的这些负面影响，好吧？哎呀，刚才说了这个90后、00后，那70后、80后呢，是吧？不行不行，我脑子现在慢了啊，我赶紧来一把啊，来一把星期二踢神，开服开服。